如果你接触过投资，那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句话，你一定听过无数遍。这是所有入门知识反复强调的底线，也是绝大多数人规避风险的第一准则。长久以来，没人敢轻易打破。换作是你看到有人把大半辈子积累的财富尽数压在同一个人几家公司身上，第一反应会不会也觉得这是不计后果的疯狂赌博？整个华尔街的分析师、资深从业者当初也都是这么想的，所有人都站在规则之内指指点点，认定这位年过80的投资人早已失去理性，可最终浮出的收益数据却让整个行业集体沉默。4亿美元的初始投入最终变成了213亿美元的账面资产，数十倍的回报摆在眼前，在尖锐的质疑都站不住脚。很多人到这里就止步了，简单把这份成功归为运气好，踩中了行业风口。可我要提醒你，这正是普通投资者和顶级高手之间最大的信息差。只看结果不看逻辑，你永远学不会如何真正判断一家科创企业的长期价值。如果你也常常被市场主流观点带偏，只会用短期涨跌和表面数据做判断，那今天我们就拨开层层表象，把这场颠覆行业认知的投资案例拆透，弄懂背后的思考逻辑，往后再看待美股科技赛道，你才能拥有自己的判断。欢迎来到逻辑棱镜，我是小罗。这里不追热点喊单，只用产业数据、财报线索和供应链变化拆解美股科技与产业链的真实逻辑。今天我们聚焦的这位主角是已经83岁的华尔街传奇投资人罗恩·巴伦。以他的从业资历和年龄来看，保守稳健本该是他的标签，可他偏偏做出了一项颠覆行业教科书的操作，将自己65%的身家全部重仓押注在埃隆·马斯克以及其旗下的特斯拉、SpaceX、星链等企业身上。这样的集中持仓在专业投资领域属于典型的高风险行为，几乎所有行业准则都在警示参与者远离。市场里的专业人士第一时间就发出了质疑和嘲讽，在他们眼中，这位高龄投资人像是一时冲动，放弃了专业的风控思维。可现实的数据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他最初投入的4亿美元资金，如今对应的账面资产已经达到213亿美元。这样的收益规模在整个华尔街的投资历史中都极为罕见，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第一反应依旧是侥幸，认为只是赶上了行业风口。但我要提醒你，把数十年的职业判断归结为运气，是对顶级认知最大的忽视。我们不妨再看一个更具争议的预判，巴伦对于埃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以及星链业务给出了10万亿到30万亿的估值区间。这个估值范围一经传出，立刻引来更大范围的质疑。不少分析师直言，这个判断脱离现实，完全是脱离市场基本面的空想。普通投资者和行业分析师习惯用当下的营收数据、短期盈利水平去衡量一家公司的价值，这也是大家最容易陷入的认知误区。当下不盈利不代表未来没有成长空间，短期数据低迷也不意味着企业没有长期价值。巴伦之所以敢于逆势而行，敢于给出旁人无法理解的重仓选择和超高估值，核心在于他看穿了4个普通投资者看不到的底层逻辑。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拆解这4层逻辑，这也是区分普通参与者和顶级投资人最关键的差距。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长远的战略目光与长期规划能力，这也是长期主义最直观的体现。时间回到2012年到2014年，这段时期是特斯拉发展史上最难熬的阶段，业内将其称为产能地狱。当时特斯拉的订单量持续上涨，但是生产线却无法跟上交付节奏，生产环节接连出现各类问题，整个企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那段时间特斯拉的财报表现持续疲软，股价也随之出现大幅波动，资本市场的看空声音此起彼伏。如果你每天紧盯月度财报、季度业绩和股价的短期起伏，在那个阶段大概率会选择离场观望，甚至直接清仓出局。这也是绝大多数散户和普通机构的操作模式。我们被短期的波动和负面消息裹挟，很难静下心去思考企业的本质。我一直认为，评估一家立志改变行业的科创企业，短期财务数据只能作为参考依据，绝对不能成为唯一的判断标准。传统车企的发展模式已经十分成熟，增长空间和商业模式都有固定的框架，大家可以用营收、利润、市占率这些指标去横向对比。
但特斯拉从诞生之初定位就不是一台简单的代步汽车。巴伦精准捕捉到了这一点，他看到的不是一辆辆车的销量，而是特斯拉正在搭建的完整智能出行生态，从动力电池、整车制造到自动驾驶系统、配套服务体系，这是一个跨度长达10年甚至更久的宏大布局。很多人错误地把特斯拉和传统燃油车企放在同一维度对比，用传统汽车行业的估值逻辑去评判它，这就从根源上出现了判断偏差。资本市场每天都会涌现海量的消息，产能不足、供应链短缺、舆论负面、行业竞争加剧，这些内容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层层叠叠的短期噪音。绝大多数人都会被这些噪音干扰，不断修正自己的判断，最终跟着市场情绪来回摇摆。而巴伦选择主动屏蔽所有短期干扰，他把目光锁定在企业最底层的发展方向上。他清楚，智能出行是未来数十年的大趋势。特斯拉走的赛道本身就具备颠覆性，短期的产能困境、业绩波动，都只是企业成长路上的阶段性问题。一家拥有长期价值的企业必然会经历起步期的阵痛，只因为一时的困难就否定整个赛道和布局，最终只会错过真正的时代机会。这也是长期主义的第一层含义，看得远才能走得稳，不被眼前的得失困住脚步。如果你也想跳出短期涨跌的干扰，学会从产业布局、长期生态的角度看懂美股科技巨头的底层逻辑，不妨点个订阅。我会持续拆解头部科创企业的发展脉络、创始人特质与资本市场定价逻辑，带你避开市场主流舆论带来的认知误区。聊完了长期布局，我们再来看第二点，极致的成本管控能力。而支撑这套管控体系的核心思维，就是很多人听过但很难落地的第一性原理。在商业运营当中，成本永远是绕不开的话题，尤其是重资产类型的科技企业，资金消耗速度快，现金流的安全直接决定企业能不能活下去。很多企业做成本优化方式都十分浅层，无非是缩减员工薪酬、削减研发投入、压缩市场推广费用。这种做法看似短期降低了开支，实则会损伤企业的长期发展动力。马斯克对于成本的把控完全跳出了这种常规思维，他运用第一性原理，回归事物的本质，重新搭建整个工业运营体系。这里有一个很经典的细节，也是最能体现管理思路的小故事。马斯克亲自巡视工厂的时候，发现厂区内安装了大量防护栏杆，这些设施按照行业惯例设置，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应当，没有人去思考它存在的实际价值。经过实地判断后，马斯克认定这些栏杆属于完全无效的开支，既没有实际的安全作用，还增加了建设维护的成本，于是当即下令全部拆除。一个小小的栏杆看似价值不高，可当整个厂区、整个生产体系内无数类似的无效支出叠加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笔庞大的开销。大家翻阅企业财务报表的时候，目光往往集中在营收、原材料采购、大型设备采购这些大额科目上，很容易忽略无数细碎的隐性成本。而对于特斯拉、SpaceX 这类重资产科创公司来说，每一分无效支出都会持续消耗现金流。我之所以觉得这个细节极具代表性，是因为它折射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管理逻辑。真正优秀的成本管控，不是在现有的框架里抠抠搜搜省钱，而是从源头重构体系，直接剔除没有价值的环节。传统工业体系经过多年发展，积累了很多惯性设置，很多设施、流程、规则，只是沿袭过往习惯，早已失去原本的作用。马斯克用第一性原理逐一拆解生产运营配套的每一个环节，追问每一项支出存在的意义，凡是无法创造实际价值的部分，全部进行优化或者剔除。这套模式让两家持续烧钱的科创企业在高速扩张的同时，始终守住了现金流的安全底线。要知道，很多拥有优质技术和创意的科创公司最终倒下的原因并不是技术落后，而是现金流断裂。当成本结构臃肿不堪，再亮眼的业务前景也撑不住持续的资金消耗。可以说，极致的成本重构是马斯克旗下企业能够穿越行业低谷，持续投入研发的重要根基，这也是巴伦十分看重的一大优势。顺着成本与运营继续往下深挖，我们就能看到第三个核心逻辑：强大的人才虹吸效应，以及由此构建起来的深厚技术壁垒。
在硬核科技领域，技术永远是核心竞争力，而技术的背后终究是人。不少企业想要打造技术优势，第一选择就是用高薪挖取行业人才，可单纯依靠薪资吸引人员，只能形成短期的人才聚集，无法构建真正难以超越的壁垒。人才的整体密度、团队的整体实力，才是决定企业创新速度和技术上限的关键。马斯克旗下所有业务板块岗位录取率仅只有 0.5%， 这个数据摆在面前，就能直观感受到团队的选拔标准有多严苛。0.5% 的录取比例甚至低于全球顶尖学府哈佛大学的录取率，这意味着每200个应聘者当中最终只会留下1人。如此严苛的筛选机制，目的只有一个：聚集全球范围内最顶尖的技术人才。我观察过大量硬核科技企业的发展路径，得出一个很明确的结论：在前沿技术赛道里，人才质量远大于人员数量。一支平庸的100人团队创造的价值，可能还不如10名顶尖人才组成的小团队。很多企业会依靠独家专利来构建护城河，这也是资本市场最常提及的壁垒形式。但专利存在明确的保护期限，行业内的竞争对手也可以通过研发、规避设计等方式实现赶超，单一专利打造的优势总有被打破的一天。马斯克打造的技术体系完全跳出了单一专利的局限，他依靠高密度的顶尖人才搭建起一整套完整的技术迭代系统。这套系统包含研发、测试、落地、优化等多个环节，各个环节相互配合，持续对现有技术进行升级。单一的技术成果可以被模仿、被抄袭，但是一整套不断自我进化的技术体系是同行很难在短时间内复刻的。顶尖人才聚集在一起，不仅能攻克当下的技术难题，还能不断探索新的技术方向，形成源源不断的创新能力。同时，优秀的平台和优秀的同伴又会吸引更多顶尖人才主动加入，这就形成了正向的人才虹吸循环。当人才循环进入良性状态之后，企业的发展就不再单纯依赖创始人的个人能力，整个组织都会拥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巴伦深耕投资领域多年，深知硬核科技企业的竞争本质就是人才的竞争。看到这套人才体系，也就看懂了企业长期发展的底气。前面我们聊了布局、成本、人才这3点都偏向企业的硬件实力，而第4点也是最容易被分析师和投资者忽略的一点，那就是创始人的抗压能力与逆境反弹能力。任何一家想要颠覆现有行业格局的企业，发展之路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行业低谷、资金危机、技术失败、舆论围攻都是必经的考验。顺境当中，几乎所有企业都能稳步发展，可一旦进入下行周期，企业之间的差距就会彻底拉开。能在顺境中成长不算本事，能在逆境中站稳脚跟、逆势翻盘，才是一家伟大企业的特质。创始人作为企业的核心灵魂人物，他的心态、韧性、决断力直接决定了整个团队的走向。外界在宣传头部科技企业的时候，大多只会展示成功之后的高光时刻，讲述技术突破、市场扩张的辉煌故事，很少有人愿意去回顾企业身处绝境的艰难时刻。而我在分析这类企业时，总会重点查看他们的低谷期表现，因为低谷最能考验一家企业的底色。马斯克的创业之路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危机，特斯拉多次濒临资金链断裂， SpaceX 的火箭发射也曾接连失败，一次次投入巨额资金，却换来一次次失败的结果。在这样的局面下，资本市场的质疑声、投资人的施压声、外界的嘲讽声会接踵而至。身处这样的逆境，创始人首先要顶住外界的巨大压力，其次还要稳定内部团队的军心。当企业看不到短期希望的时候，团队成员很容易产生动摇，核心人才流失，团队凝聚力溃散，会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马斯克在数次重大危机当中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心态，没有因为短期的失败而慌乱，也没有放弃最初的理想。他选择和一线团队站在一起，直面每一个难题，带着大家逐个攻克技术、资金、运营上的困境。这份在绝境当中的坚守，让整个团队形成了极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华尔街的专业分析师习惯用量化数据评估企业营收、利润、市场份额、资产负债率，这些冰冷的数字是他们判断的全部依据。
但他们常常忽略创始人这个最核心的变量，这也是很多专业机构判断失误的重要原因。巴伦作为过来人非常清楚这一点，他明白自己投资的不只是几家公司，更是这位创始人身上穿越周期的能力。短期的业绩可以依靠市场风口拉动，但是想要跨越一轮又一轮行业周期，抵御一次又一次危机，最终依靠的还是创始人的格局、韧性和永不退缩的信念。这4层逻辑层层递进，从长期布局到成本优化，从人才壁垒再到创始人韧性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巴伦敢于重仓压注的全部理由。看懂了商业层面的逻辑，我们再把视角从资金和生意转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结，这也是整个故事最动人的部分。资本市场向来被贴上冰冷功利的标签，绝大多数合作关系都建立在利益之上。行情向好的时候，各方抱团取暖；一旦行情下行，风险浮现，很多合作就会立刻分崩离析。纯粹的信任与欣赏，在逐利的资本市场里显得格外珍贵。在马斯克遭遇一次又一次危机，全行业都在唱空他和旗下企业的时候，巴伦自始至终都选择坚定信任，不仅没有撤资，反而持续加码支持。这份跨越年龄、跨越圈层的信任，让马斯克深受触动，也留下了他当众落泪的画面。一位83岁的投资老将，一位深耕前沿科技的创业领袖，两人彼此欣赏，相互扶持，成就了一段难得的忘年交。到这里，整个投资案例就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升华，从单纯的资金交易变成了认知同频者之间的相互成就。很多人把投资简单理解成低买高卖的交易游戏，一心钻研什么时候买入，什么时候卖出，追求短期的价差收益。但顶级投资的本质其实是认知的变现。巴伦收获的数百亿收益，不是凭空而来的运气，而是他数十年积累的商业认知、行业洞察、识人眼光，在这一刻集中落地的结果。而我们反复提及的长期主义，也从来不是一句用来装点门面的口号。长期主义不是死板的持有筹码不动，而是在外界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时候，依然坚守自己经过深度思考得出的判断，不被短期的得失和舆论左右。市场每天都会制造新的热点、新的故事，很多看似诱人的机会背后都藏着认知陷阱。守住本心，看懂本质才是长久之道。如果你认同这种抛开短期情绪、深挖产业与人背后逻辑的观察方式，欢迎持续关注逻辑冷静。后续我会继续拆解全球顶级投资案例与科技企业发展逻辑，带你建立更理性的市场判断框架。有人认为巴伦重仓单一标的的成功只是不可复制的特例，分散投资依然是普通人唯一稳妥的选择。也有人觉得读懂创始人特质与企业长期生态才是顶级投资的核心。你更认可哪一种观点？评论区可以说说你的看法。梳理完整件事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资本市场最容易误导人的永远是表面的规则和大众的情绪。分散投资确实是适合大多数普通参与者的风控手段，但任何规则都有适用边界。当我们面对拥有颠覆行业能力的科创企业，拥有顶级格局的创始人时，单一的规则就不再适用。华尔街擅长把复杂的产业变化包装成简单易懂的口号，用短期数据定义企业的全部价值，这是一种省力却片面的做法。我们做市场观察，做商业分析，要做的就是撕开这些表层包装，回归事物的本质。看一家企业，不能只看当下赚不赚钱，还要看它的赛道布局、成本结构、人才体系，做投资判断，不能跟风主流舆论，还要思考舆论背后有没有真实的产能、现金流和长期规划作为支撑。追逐短期热点终究会被情绪牵着走，而搭建起属于自己的观察框架，学会从多个维度拆解问题，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市场里保持清醒。无论是看待特斯拉、SpaceX 这类前沿科技企业，还是看待整个美股科技产业链，这套思考逻辑都同样适用。我们不必刻意模仿顶级投资人的操作模式，但可以学习他们穿透表象、直击本质的思考方式。以上所有内容都仅作为知识分享和个人观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市场本身充满不确定性，每个人的资金状况、风险承受能力以及投资周期都各不相同，做出任何相关决策之前，都一定要结合自身情况完成独立研究与判断。